大家好，我是博正。这两天呢是春分了，想到一些关于春分的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春分呢，在我们的意见当中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春分它是24节气当中的一个。那所谓24节气嘛，有节就有气，那分为12个节、12个气，那组成了这24节气。春分呢，在这个节气上面是一个，在我看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节气了。为什么呢？正所谓分嘛，那它就是白天和黑夜的时间是等长的，也就是说，在这一天呢，是我们的这个太阳光呢是直射赤道的，所以说这个白天和黑夜等长。那跟这个一样的有秋分，夏至和冬至呢，分别是白天最长跟夜晚最长的这样一个时间点。说到这个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这4个节气当中，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4个节气呢是在每一个季节的正中。那就说春分嘛，那就是它是春季的中间，所以有这个烟花2月去踏青的这个说法。那已经到中间了，那要踏青的要抓紧了。那说到这个春夏秋冬呢，那古人是怎么来划分这个一年四季的呢？那有一个说法是是根据这个北斗星的这个斗柄的一个指向来划分四季的。那这个斗柄指东呢就是春天，指南呢就是夏天，指西就是秋天，指北就是冬天。当然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指向。那只有在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这4天，这个指向是正指这个对应的这个方向的。那说到春分这个习俗呢，有这个吃春菜忌日以及这个树蛋。说到这个树蛋呢，就是把这个鸡蛋呢在桌子上竖着放起来使其不倒，这个就叫树蛋。为什么会有树蛋这样一个习俗呢？那我个人猜测的话，可能是因为古人想用这种找平衡的这种方式，让人们明白这个白天和黑夜的达到了一种平衡。那说到这个忌日呢，在古代呢是一个帝王才有的，或者说是皇权才有的一种仪式，才有的一个特权。除了有这个春分祭日以外，还有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和冬至祭天这些习俗。说到这个春分的一些传说，我知道的有这个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样一个传说吧。玄其实就是黑色的意思，那黑色鸟呢不难理解，那就是燕子。那燕子有春分而至、秋分而去这样一个习俗，那就是说也就是燕子春天来了，秋天走了。相传呢，这个少昊的儿子叫角吉，那角吉有一个儿子叫帝喾，那帝喾他的一个次妃叫简狄因为吞食了这个燕子蛋，那所以就生了这个谢。那谢这个人呢，就是商的始祖，那所以说有这个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这样一个传说。那说到这个春分呢，我想到了72候花信封。那什么是花信封呢？古人呢就把这种在对应时间点盛开的花达到一个最佳观赏的时间点呢，罗列了各种各样的花来表明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了。那为什么是72候呢？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有24节气，那每一个节气呢是15天，那15天呢每5天为1候，所以说每一个节气有3候。那说到春分呢，春分也有3候，那春分1候就是锦带花，春分2候就是杏花，春分3候是这个樱桃花。那所以在这呢再提醒一下，要踏青的要抓紧了。